內容風格以訪談和獵奇著稱的中國大陸知名網絡紅人峰哥亡命天涯近日發微博稱，2022年，他曾幫助一名自述遭到強姦，但因證據不足未能立案的女孩發聲。此後遭到涉案人員饒某持續打擊報復，相關官司將在今年8月在深圳開庭。他還提到，女孩目前精神狀態不好，沒有收入來源，不一定能夠來深圳出庭作證。可到了知乎，這句話被直接改寫成女方跑路，沒有法院通知書，沒有女孩拒絕出庭的回應，沒有證據證明她失聯、翻供、做偽證或者公開攻擊峰哥。一個尚未確定能否出庭的人，已經成了跑路的女人。一場尚未開庭的官司，也已經被講成了現實版農夫與蛇。現有公開信息，真的足以證明峰哥幫助女人，最後反被女人坑害嗎？如果證據還遠遠不夠，為什麼那麼多人已經迫不及待地替女孩定性，替峰哥安排報應，又替所有男人總結出女人不值得幫助的教訓？判斷標準很簡單，結論有多嚴格，證據就必須有多嚴格。峰哥微博原文和後續回應裡有3個不能刪除的證據邊界。第一，強姦目前仍是女孩提出的指控，峰哥明確相信女孩沒有誣告，但他的個人確信尚未得到司法裁判確認。第二，峰哥不認同誣告這一說法，理由也不僅僅是女孩的一面之詞。他提到，事後饒某持續對他進行打擊報復，這在邏輯上或許能為他的判斷提供一定支撐。第三，峰哥說的是不一定能夠到深圳，不是女孩已經拒絕，更不是女孩已經跑路。前2個限定劃定的是證據邊界，第3個限定則直接決定女方跑路這一步是否成立。可知乎高讚回答的第1句話就完成了第1次改寫。站女方時，他自詡正義使者，女方一跑路就得獨自面對法庭。先看女方跑路，峰哥原話裡的女孩可能存在精神和經濟方面的現實障礙。知乎回答裡的女孩卻已經實施了一個主動動作跑路，不一定能夠描述的是能力和可能性，跑路描述的是意願、選擇和逃避責任。這不是簡單的措辭誇張，而是把一個尚未查明的現實狀態改寫成了具有道德意味的主動背叛。回答隨後又說，峰哥倒有點像在以身訓導，還說他困在自家的公室裡。這一層加工更重要。官司在這裡不再是等待法院查明事實的程序，而成了一場報應。峰哥過去喜歡用性壓抑解釋男性，現在因為替女孩說話陷入官司，所以輪到他被自己的理論反噬。聽起來很有諷刺效果，但諷刺不能代替證據。要證明峰哥真的被女孩反噬，首先要證明女孩實施了某種針對峰哥的行為。目前沒有一項能得到公開確認。在這些事實出現以前，困在自家公室裡只是一個寫得漂亮的結局，不是案件事實。這篇知乎回答接着分析峰哥為什麼長期貶低3D 人士。回答稱，峰哥成名以後一直拒絕承認自己就是或者曾經是他鏡頭裡調侃的那類3D 人士。他通過把曾經的自己塞進彈幕裡當標本，證明自己已經和他們不一樣。這部分可以作為人物分析。因為峰哥確實長期使用3D 人士和性壓抑等標籤，將一部分低收入、求偶困難或者處於社會邊緣位置的男性作為調侃對象。但回答繼續寫，峰哥幫助那位女士未必全是算計，也像一次投射的延伸。又說這一次女方沒按他預想的劇本走。問題再次出現了，什麼叫峰哥預想的劇本？投射可以是一種解釋假說，不能作為已經查明的動機。更重要的是，女方沒按劇本走，依然建立在一個未被證明的前提上，女孩已經選擇退出。可峰哥原話只說，他不一定有能力到深圳。從不一定能夠到沒有按劇本走，中間仍然缺少女孩實際做了什麼。另一篇知乎回答走得更遠，他寫道，峰哥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光憑仙女口述，以為自己英雄救美，最後成了所謂仙女誣告 play 的一環。又說女的不領情，提桶跑路，不出庭作證。但光憑仙女口述本身就刪掉了峰哥公開給出的判斷依據。有人追問他為什麼不保留女孩誣告的可能，峰哥回答，女方誣告，女方早進去了。這句話不能證明強姦已經發生，卻必須和峰哥此前所說的饒某持續對其打擊報復放在一起理解。按照峰哥自己的判斷，
如果女孩在故意誣告，最先應當被追究的本應是女孩，可在她的敘述裡，對方沒有解決女孩提出的指控，反而持續針對介入此事的峰哥。正因如此，他進一步排除了女孩誣告的可能。這種後續行為能否代替司法證據？不能，但他至少說明，峰哥並非只因女孩一句話就無條件相信。知乎把女孩陳述、峰哥介入、其自稱遭到持續報復以及由此形成判斷的整條鏈條全部刪掉，只剩下性壓抑的3D 光屏仙女口述，把一個可能存在事實接觸和後續觀察的判斷過程改寫成男人因可女兒失去理智。與此同時，這篇回答又提前宣布了3件尚未得到證明的事情：女孩實施了誣告，女孩不領情，女孩已經跑路。峰哥明確相信女孩，不等於女孩的指控已經得到司法確認，同樣也不等於他後來拒絕作證、提桶跑路或者背叛峰哥。沒有立案不等於誣告成立，不立案只能說明案件未進入相應程序，或者現有材料沒有達到立案要求。他既不能證明強姦已經發生，也不能反向證明女孩故意捏造、故意虛構事實，明知不實仍然陷害他人，與提出指控但證據不足是2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同樣，可能無法出庭與不領情之間也沒有天然因果關係。一個人是否感恩是動機判斷，一個人是否有錢、是否能夠跨城、精神狀態能否支持他參加訴訟是履行能力問題。把能力問題改寫成感恩問題，正是這套造蛇流程的關鍵。精神狀態不好，沒有收入來源，先把這2個原因刪掉，不一定能夠到深圳，再把不確定狀態刪掉，最後只剩下女人跑路，恩人受害。這時候農夫與蛇就完整了。接下來再看虎嗅。7月28日，虎嗅發布：峰哥是愛女博主嗎？文章來自微信公眾號七通跑路人，作者同名。文章開頭使用的是據說峰哥幫助一個疑似被強姦但沒有立案的女性去立案，結果被涉事男性告了。文章同時承認，目前不能確定這究竟涉及刑事上的誣告陷害，還是民事名譽糾紛。到這裡，文章實際上已經承認，案件性質不明確，責任認定不明確，訴訟具體內容不明確。可幾段以後，作者對峰哥主觀動機的判斷突然變得非常確定。主觀目的上，無非是想吃一口安全的流量飯，無非意味着沒有第2種可能，不是同情，不是正義感，不是情緒衝動，也不是流量與同情同時存在，只剩下安全流量。可文章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來證明這就是他的唯一動機。這裡和女方跑路使用的是同一種推理方式。面對女孩缺少行為證據，就補一個忘恩負義的動機；面對峰哥缺少主觀證據，就補一個吃流量飯的動機。對象不同，邏輯完全相同。先決定人物是什麼人，再把有限事實塞進這個人物設定。虎嗅文章隨後提出，峰哥選擇所謂政治正確的愛女立場，只冒犯底層男性，不敢冒犯女性，因此形成了愛女的外觀。這個判斷可以討論。峰哥如何選擇攻擊對象，他是否把複雜社會問題過度歸因於男性性壓抑，都是能夠通過其長期公開內容檢驗的問題。但這些歷史表達最多可以證明峰哥存在穩定的話術和流量策略，他不能自動證明這一次幫助女孩只是為了安全流量。一個人過去善於經營流量，不等於他每一次具體行動都只能由流量解釋。同樣，一個人過去說話刻薄，也不意味着他在這一次爭議裡必然錯誤。虎嗅文章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半段，文章提出3種結果。如果峰哥的誣告陷害罪坐實，就是激活準僵屍條款，屬於法治進步。如果是民事名譽權訴訟，峰哥敗訴，就開創遭遇性誣告時的維權路徑。如果峰哥沒有責任，他會獲得大量流量和女粉。表面上，作者把幾種結果都列出來了，但仔細看，無論案件走向哪裡，敘事中心都已經預設完成。刑事成立是峰哥參與誣告，民事敗訴是性誣告的受害者成功維權，峰哥無責，則是他繼續收割女性流量。女孩的原始指控究竟是真是假，在這3個分支裡反而沒有被認真討論。誣告已經提前進入了第2個分支。
流量也已經提前進入了第3個分支。法院要判斷的是具體證據和具體責任，文章卻提前為所有可能結果準備了同一個人物解釋。峰哥不是參與誣告，就是消費女性。這看起來像面面俱到，實際是每一條路都通向作者預設的結論。第一性原則在這裡依然適用。歷史人設可以提高一種動機的可能性，不能直接把可能性升級為事實。當然，這不等於峰哥不能被批評，但正確的檢查方法是拿出具體視頻、具體文字和傳播後果。不能因為他是一個流量博主，就讓流量動機自動解釋一切。說完峰哥，再回到女孩是否出庭，目前甚至無法確認她在這場官司裡的具體訴訟身份。她是證人、當事人，還是需要以其他方式提供材料？法院是否正式通知她？她的證言是否不可替代？她是否已經拒絕配合？這些都沒有公開答案。如果案件屬於民事訴訟，而且女孩的身份是證人，那麼不能到深圳現場和拒絕作證並不是同一個概念。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因健康、路途遙遠且交通不便或者其他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經法院許可，可以使用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是否符合條件，是否准許，最終由法院決定。這項法律規定不能證明女孩一定可以遠程作證，因為本案性質，她的身份和法院安排都不明確。但她至少說明，沒有到深圳現場不等於拒絕提供證言。所以要把女孩定性成蛇，最低需要什麼事實？農夫與蛇的核心是受助者獲得幫助以後主動傷害幫助者。女孩至少應該實施某種針對峰哥的主動行為，或者在明確承諾、承擔關鍵配合、具備履行能力、收到正式通知的情況下，無正當理由拒絕所有可行方案，並直接導致峰哥承擔本可避免的嚴重損失。目前這些關鍵事實一個都沒有得到公開確認。峰哥原文只有不一定能夠來深圳出庭作證，所以到這裡最基本的判斷已經可以成立。農夫與蛇最缺的不是農夫，而是蛇。當然，我們必須回應反方最強的情況。假如後續材料證明，女孩主動請求峰哥公開介入，明確承諾提供不可替代的關鍵證言，法院正式通知她，她也具備配合能力，卻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拒絕所有方案，並直接讓峰哥承擔嚴重後果，那麼她當然可能負有道德責任，甚至根據具體行為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但即便如此，也要繼續區分，沒有履行配合義務和主動反咬幫助者仍然不是同一種行為。前者可能是不負責、違背承諾或者逃避義務，後者還需要欺騙、誣陷、報復或者故意傷害。責任可以討論，預言不能搶跑。那為什麼愛女翻車傳播得這麼快？評論區最典型的一句話是：他一直就是他言論的最佳模板，只是變得有錢了。這句話的功能非常明確，他不是在討論女孩能不能出庭，他在取消峰哥的身份變化。你沒有真正改變，你沒有真正離開3D 人世，你只是變得有錢了。另一條評論說，這叫知行合一。配合回答中困在自家的公式裡的說法，整場官司被寫成了一次身份報應。峰哥替女人出頭，又可能獨自面對官司，正好證明他自己才是那套理論的最佳樣本。嚴克全發布的文字更直接，他認為峰哥之所以不斷批判底層男性，是為了與過去的自己切割，證明我已經不是那種人了。我們不能據此證明嚴克全準確掌握了峰哥的真實心理，但可以準確分析這段文字本身在做什麼。他拒絕承認峰哥有資格離開原來的身份位置。峰哥擁有了財富、流量和公共影響力，這些文章卻反覆強調，他仍然是原來那種男性，只是通過金錢和貶低同類偽裝成了另一個人。於是愛女翻車承擔了一個額外功能，他不僅要證明女孩忘恩負義，還要證明峰哥的身份躍遷是假的。心理學研究將嫉妒區分為良性嫉妒與惡意嫉妒，前者傾向於改善自己的位置，後者更傾向於拉低具有優勢的人。把這個概念放在這裡，恰好可以描述這些具體文本呈現出的結構。他們並不關心怎樣追上峰哥，而是反覆證明峰哥根本沒有高於自己。
他只是有錢，他仍然性壓抑，他還是3D 人士。現在一個女人讓他陷入官司，終於證明他從來沒有逃出去。這是拉平式的怨恨。峰哥過去反覆羞辱3D 人士，確實參與製造了這種怨恨。一部分人會認為他不是靠能力離開困境，而是靠羞辱仍留在困境裡的人，證明自己已經上岸。這能夠解釋為什麼這些文章對他的反噬表現出明顯的幸災樂禍。但還是那句話，他能解釋輿論為什麼願意相信峰哥翻車，不能證明女孩真的背叛了峰哥。這裡還有另一套性別邏輯。在這些知乎回答裡，女孩最初是等待男性幫助的受害者，她脆弱，需要一個男性替她伸張正義。可當她可能無法完成後續配合，她立刻变成了不領情提桶跑路誣告男人的女人。這種轉變很接近矛盾性別歧視的結構，一面把女性理解為柔弱、純潔、需要男性保護的人，另一面又把不服從預期的女性理解為操縱男性、利用男性的威脅。兩者共同構成一套獎勵和懲罰機制。在這套機制裡，女人不是無條件值得幫助，她必須持續扮演合格的受助者。她要脆弱，但不能脆弱到無法出庭。她要接受幫助，也要提供穩定的感恩和配合。她不能精神崩潰，不能沒有收入，不能退縮，更不能讓幫助她的男人承擔風險。一旦她不能完成這套回報，保護欲就會迅速轉化成敵意。所以愛女翻車的潛台詞並不只是峰哥看錯了一個人，他更接近男人幫助女人本身就是一筆高風險投資，女人沒有提供預期回報，就證明女人不值得幫助。這也是為什麼一個女孩的可能缺席會被直接上升成全體男性的教訓。男性幫助男性失敗，人們通常會討論具體的人是否可靠；男性幫助女性失敗，卻很容易被總結成看見了嗎？女人就是這樣，個案責任被迅速性別化。峰哥也被制作成男性共同體內部的反面教材。你替女人說話，你沒有優先維護男性立場，現在受到懲罰了吧？但到目前為止，所謂懲罰甚至都不是女孩實施的。峰哥自己把持續打擊報復指向的是饒某，官司也來自他與其他人的法律糾紛。可在文字加工裡，真正的加害者卻逐漸從提起訴訟的人變成了那個可能沒有能力到場的女人。這就是這場農夫與蛇敘事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他不需要證明蛇咬了農夫，他只需要證明農夫曾經幫助過一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後來沒有繼續完成所有期待。幫助一旦發生，受助者就仿佛背上了一筆無限債務，並保證幫助他的人永遠不會因為自己的選擇承擔任何風險。可現實中的幫助從來不可能提供這種保險，責任要根據具體行為劃分，不能用預言代替舉證。現在知乎已經寫好了女方跑路，另一篇回答已經寫好了仙女誣告，虎嗅已經寫好了安全流量犯，評論區也已經寫好了峰哥為什麼活該被自己的理論反噬。雖然案件事實缺席，但每個人的心理動機卻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但無論怎麼判斷女孩、峰哥還是批評他們的人，結論都不能超過證據。法院還沒有開庭，性別預言已經宣判，農夫已經被安排好了，蛇呢？